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华为的讨论非常的多哦，像是这个中国时报》有一个报道说，华为中心是不是大突破呢？说这个 Mate 60 Pro 的晶片其实是5奈米嘛，因为他们讲说这个版本升级到这个121版之后，系统就显示华为使用的晶片制程哦，已经提升到5奈米了，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传闻，到底是7奈米还是5奈米，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网友在讲说，哇，这是人工智能晶片呐、果然是遥遥领先哦，遥遥领先不是说假的呀。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华为哦也推出了一个超低功率的5G 这个基地台，说只要5瓦就堪比一个灯泡这样的一个耗电数哦。他们是在这个第14届全球行动宽频论坛呢，本来是在10月10号这个跟11号要在杜拜阿联酋来举办哦，所以他们现在的主题啊，就是说要把5G A 这个 A 就是 Advance 来带入现实哦，就是比5G 更快的速度来带入现实哦。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华为哦，也正式对外官宣，讲什么呢？讲说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哦，现在做出一个重大决定，要跟华为进行策略合作，涉及沙烏地阿拉伯最先进的这个5G 的网络建设，要交给华为来做这个基础建设。那甚至因为现在很多人没有办法能拿到华为哦，就像我刚刚广告的时候，我也只能干瞪眼哦。那所以有些人就是把 iPhone 啊，现在在大陆这一边哦，就直接弄成华为的壳啊，就是过个干瘾哦。人家讲说啊，是不是也要给华为版权费哦？你看也有这样子华为系列的壳哦，他们就说哪怕是 iPhone 都还要换上华为的壳。他们说包含了4种华为的大地色卡，像是什么雅川青啊、白沙银啊，还有这个南糯紫哦，还有这个雅丹黑哦，就是这一系列的颜色，连 iPhone 的一些用户还买不到华为没有关系，现在也可以换壳过一下干瘾哦。那现在 iPhone 的确有一些问题，就是过热的问题。原本前几天是讲说，是不是那个台积电3奈米出问题哦？现在苹果自己出来承认说是 iOS 17哦有出现漏洞，会尽快来更新解决。那现在苹果的 App 在大陆这一边哦，现在必须得要取得官方的备案，因为现在面对新的规定哦，苹果在上个月29号更新了 App Store 的上架要求，表示依据这个中国的法律哦，特定类型的 App 需要提供额外的讯息跟文件，才能够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的 App Store 来上架。那现在这个苹果跟法国之间的原本这个辐射超标的事件呢，现在也落幕了。因为苹果一开始是在努力为产品来辩护，强调说这个 iPhone 12是有通过全球多个组织的认证哦，但是最后还是选择妥协哦。那当然还是要跟这个市场低头哦，所以他们现在要同意把这个问题来做修正。那另外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汽车产业，说再下一城呢，因为9月已经过完了嘛，大陆有个讲法叫做金9银10哦，那所以金9已经交卷啦。现在他们讲说这个问界 M7 19天哦，已经有这个订单，有3万辆的订单出现了。那甚至呢，连这个华为的这个智选轿车都开始要跟 Tesla 呛虾，智界 S7 的规格也说会全面超越 Model S。那另外我们看这个比亚迪也挤下了福特，现在变成了全球前4大的这样的一个汽车品牌哦，还有他们的平价的 EV 这个电动车进军了墨西哥，所以他们现在不断的在扩大这个全球的市场哦。那的确也让这个其他原本的德国的车啊或日本车哦感觉到非常大的一些压力。那还有很多的产险业者，其实很多这个 Tesla 的一些出状况的事情啊，包含我们知道这个林志颖之前也是这个 Tesla 的事情嘛，所以现在很多的产险业者哦是对于承保 Tesla 是打退堂鼓，因为主要它的维修费用非常的高，所以很多产险公司我觉得我承保你我是会赔钱的，所以他们反而不愿意承保这个 Tesla。那 Tesla 的交货量现在看起来都在衰退，2022年以来的首见哦。根据彭博最新的一个调查说 ，Tesla 上季交付大概45万辆的车哦，比起前一季这个46万辆还在往下滑哦，所以过去 Tesla 的一个荣景是不是已经过了呢？这可能是2022年初以来首次出现销售倒退路的一个状况哦。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学过行销的都知道啦，就是你一开始没有什么市占率，比如说1%啊，那等你到了5、6%的时候，因为开过的人就多了嘛，那就会有口传效应啊。那你也会因为经营当地市场比较有经验的嘛，所以就会越推越快啊。比如说我用欧洲做例子啊，欧洲事实上到去年，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在欧洲的市占率只有5.6%，市场并不高啊。
Tesla 有20%，可是今年第一季就是1到6月就变成6.7%了，所以为什么欧洲会把中国当作对手？因为它这个一熟啊，一打开了，人家就会知道你性价比比德国车要好很多嘛。比如说中国电动车平均一价在欧洲的平均大概是3.5万欧啦，那德国不是德国啦，就欧洲车平均是5.2万欧。那人家是不知道啊，如果知道了，可能就会去试看看3.6万欧的好不好开啊。所以到最后就会变成你比较顶级的，比如说 Mercedes 啦，或者 BMW 啦，这个没有问题，这个还有一定的销量，可是后面的就会被吃掉。对啊，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地方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比如说你说特斯拉啊，特斯拉它就会开始，因为有人就假喝到血本就开始传开嘛，那传开它就会感受到压力了。比如说我们那个。我刚刚讲错了，是35万对25万对52万啊。比如说35万，像华为不是跟那个世界M7啊，它那个价格大概就是35万左右35万事实上能够买到一辆 SUV 是蛮便宜的，你用成台币大概150左右啊，对，并不贵啊。我觉得就是这种效应啊，就会越来越多人知道了。那越来越多人知道的时候，你那个压力就来了，就有人就会去试嘛，事实上，韩国的车在美国也有过这段路了，比如说一开始那个现代车，现代汽车在美国，我那个时候留学的时候是没有人要开的，就实在太烂了，那他就逐渐的开始拉高品质嘛，那就开始有人愿意去试啊，然后开始试，开始就口传了，就这个车还不错，而且是最便宜的，所以我觉得。而且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还有它的手机啊，比如说华为，它一进来，它不是只有最低端的，它有中低端也有中高端的，所以那个竞争的那个压力就会非常的大了。所以我是觉得特斯拉一定是把中国电动车也当作对手了。那欧洲车我认为基本上已经不可能跟它竞争了。那他们现在只是说你要不要接受人家的电池啊，或跟你合资啊。比如说在欧洲卖的最好的车还是大众。那大众事实上就跟中国大陆合资成立汽车公司嘛，所以我觉得事实上还有其他的领域啦，比如说韩国 OLED 本来都是韩国主导的，对，大概是三星跟 LG 嘛。那突然之间啊，我就注意到这2年啊，因为京东方本来市占率只有1%、2%，突然之间就变成15%。我觉得中国大陆很多。高科技产品可能就会循这样的道路了，就它实在是性价比比人家高太多了，因为你光是去算欧洲的能源的成本，对，还有劳工的成本，还有环境的要求，还有现在的地租啊，那根本没有办法竞争啊。对，而且人家做出来的品质也没有比你差啊，所以你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科技角力啦。那这个大概也使得美国开始重新思考。他对中国的科技战要不要做调整？比如说华为这个，如果证明7奈米人家已经做得出来了，那你美国还在限制你的这个上限是14奈米嘛？那这个有意义吗？就人家已经做到7奈米了，那你7奈米要不要卖啊？目前是不准卖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正在酝酿一波调整啊，可是全部的构图我们还没有看清楚。可是你看，就会有一些零星的新闻跑出来了，比如说三星跟海力士在中国大陆投资很大嘛，那他们希望能够继续进口那个制程设备，还有制程的软体，那美国现在就不限制了，说不限，本来是要延1年呢，现在就说就让你们进吧，那美国那个高通现在要去跟鸿蒙谈合作啊，等于是承认它是作为第3个作业系统，它必须要面对啊。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现象慢慢在浮现了。好，来问季老师，这个比亚迪这一款进到这个墨西哥的一款电动车哈，它事实上它正式上市它是海豚就是2021年的8月正式上线。那除了在中国市场啊，就是说非常受欢迎以外，它海外市场像马来西亚好多都已经打进了海外市场了。
那这个车它的售价是它的一个亮点，它大概差不多在12万到14万人民币之间。你算算看，这个价钱啊，还是在中国大陆的价钱。那事实上的话，有的地方的价钱可能还可以更低于在中国大陆售价。那所以这款车事实上的话，现在在国际上，事实上是相对应以它的性价比来讲，大家还找不到跟它可以匹敌的。对，所以这辆车我想就是说进入到墨西哥市场的话，会受到很大的欢迎，因为买车是这样，你可以有高价位、中价位跟这个平价的。那这辆车其实也不是说真正平价，它是中价位跟平价位中间的这个定位啊。那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因为这些电动车目前都是城市，就是说哈城际间城市里面哈，上班族他们非常喜欢的，因为它成本非常的低，保养也低。你这些电动车买了以后，基本上它是不需要每个月进保养厂的，不需要换机油，不需要什么哈换什么油芯啊，换空气芯都没有的。你买了就是没有这个方面成本，然后电成本比这个好，这个油，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所以比亚迪事实上这个车是12万左右哈，人民币12万左右。那比亚迪今年的时候定了一个它的发展策略，它的车型要从什么？从10万块人民币到100万人民币中间各种，12万真便宜耶！对，12万人民币，对，就是我们台币大概乘以5嘛。哦，才60万啊！60万，所以这款车在上市以后就一直受到很大的关注，那也算是比较成熟，因为它到市场也2年多了，那现在才进入墨西哥哈。那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个车，比亚迪将来是10万块售价到100万售价，这中间各种不同价位的车，它都要填满的。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竞争的优势啊。你今天德国像 Volkswagen 有做一款，那也是在跟中国合作的，勉强可以跟海豚比，可是问题你整个的生产线啊，各方面啊都不如这个比亚迪来的成熟。所以比亚迪现在已经有一个先发优势了，等它的先发优势在全球的这个销售系统再建立起来，然后消费者口碑再建立起来，后面要来赶过来的就比较麻烦了。而且它这个价格跟这个整个讲的它的这个品质会比较稳定的原因，是因为它已经形成一个经济规模了，公司的营运也已经进入到轨道了，它这个快速的很资金、人才。还有技术都很稳定的情况下，还有自己的电池，所以呢，我觉得比亚迪现在已经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竞争位置了。好，来老师，美国当初要打华为，大家问说为什么只打华为？然后对于这个小米啊，或者是对 OPPO 为什么不打啊？对，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华为它本身还有5G，而且呢，华为已经开始超越这个 iPhone， 可以跟 iPhone 竞争，甚至可以把 iPhone 压下来。对美国人来讲，那就必须要把一个这么强大的公司彻底打趴。花了3年的时间没有成功，华为不但活过来，而且是强力的一个反弹啊。那我们看到华为现在也成功的在马来西亚又打进去了5G，马来西亚没有在美国的压力下说完全不用华为，它是东西并存。那现在德国的通信业者要求他们政府要赔偿，如果你要整个更换的话。那要赔偿他们的损失，而且也会使德国的整个工业体系更往后落后，因为它没有办法足够的时间内，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5G 的铺设等等。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德国他们的发展的一个方向中，他们也发现他们面对一些当初的错误的决定。其实错误的决定的根本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死于安乐啊，因为原来是活在舒适圈，也就是德国的这些名牌车在中国太好卖了啊，然后太好卖了，他为什么要去做冒险？他为什么要去做革命性的变革？他都不想，所以他可以慢慢的来走，而且他不认为中国要把这个电动车，他认为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选择。好，但是他们没想到。中国大陆就是铁定的心，因为本来以为是采用这种还是属于电动车，但是是属于这种燃料改变的一种电动车，
结果没想到中国大陆把整个都变了，这个跟万钢是有关系的。好，那大陆一旦一个转变，结果他们更没想到怎么会把智能也拉到车子里面来，他们更没想到怎么也会把5G、把互联网整个都拉进车子里面来，这些都是超出欧美人的想象外，也就是这个就是完完全全的中国人的整个创新发展，手机、5G、互联网、万物互联都融合在全部的平台，包括汽车平台在里面。这个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说，习近平上来的时候提出万物互联的概念，大家以为就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这个没什么嘛，就是万物互联嘛。结果他们没想到说，万物互联可以成为一种革命性、创造性、革新性，而且会给这个国家、给中国大陆带来巨大的利益。因为过去汽车工业啊，都是欧美先进国家他们支配、掌控，然后获得巨大利益，创造巨大的这个就业生产力。结果呢，他们没想到这个企业要被打败了，要被谁打败？要被大陆打败。结果呢，欧美的国家开始采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了。你贸易补贴，你这个自由补贴啊，你什么？我要开始反倾销，我要开始打击反补贴，开始来了。可是我们看到最近德国有一篇报道出来，他们不认为中国大陆有采用他们欧美的所谓的严格标准的那些补贴，没有，完全没有违反。那现在怎么办？现在他们就叫硬打。可是问题就在于中国大陆自己的市场，跟它在这个亚太地区的市场，跟非洲、拉丁美洲的市场，也足够让中国大陆的汽车成为全世界最壮大的汽车。如果欧洲跟美国采用这种违反贸易原则的方法打击中国的电动车，中国绝对会反击。而这个反击不会只在电动车方面反击，会在全方面的反击。那王毅已经对法国提出警告了。现在中国的经济的主管的官员也对德国提出警告，也对欧盟提出警告。我觉得欧盟如果执意这样做的话，他们会让欧盟陷于非常糟糕的地位。好，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好，美国现在已经不像是以前的美国了。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新闻都是这种打砸抢哦，比方说这个美国的一些零售业者还上街要求政府你应该要立法管制啊，以及他们已经受不了了，很多这种知名的连锁企业都已经开始宣布说，比方像 Target， 我就干脆一次关个9家分店哦。那所以从美国的洛杉矶到美东的费城啊、亚特兰大啊，他们现在集体都出现这种快闪抢劫的事件一再上演。那奥克兰的一些店家哦，他们就是集体关门上街，要求政府你是不是应该要立法管一管。那现在川普就跳出来讲话啦，讲说，哎呀，就是因为拜登啊，他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哦。他说，我有一个好方法，简单粗暴又直接哦。如果他选上总统呢，就动用联邦执法资产来打击这些商店抢劫跟窃盗行为了，就是果断的授权警方开枪，就对这些店家跟歹徒哦，就是直接对他们开枪就可以解决了。这很像我们那个书里面一触即发讲的那种事情哦。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现在还有零售的一些组织哦，他们就说，遇到这种抢劫犯罪真的是激增哦。这个对于美国商店造成非常严重影响，已经迫使大型的连锁店关门哦，已经高达了1120亿美元的损失。那现在还有这种各州政府要修法，就说不能再纵容这种入店抢劫、零元购哦，所以现在美国的零售业已经受到这种巨大损失，也让这个整体的这种可能销售的信心也都在下滑哦。我们看到美国大型的卖场沃尔玛，它就是关闭在波特兰还有芝加哥的一些据点哦。然后巴尔的摩这些经营25年的卖场也在今年宣布结束营业，所以卖场都停业的原因啊，不是因为经营不善。这经营不善的亏损不是他们最担心的，而是因为太多抢劫太频繁的发生了，他们已经
算了，我干脆不要开实体门市了，我干脆转到这个线上去算了，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普遍的情况。那我们看这个费城这边的一个暴徒哦，甚至还这个上到网上来号召快闪抢劫数十店，所以最后52人是落网。马斯克讲说，现在美国难道已经彻底的变成小丑了？明显跟这种漫画蝙蝠侠里面的超级反派的这个小丑的状况已经非常的类似哦。你看这种费城抢劫的影片被发布到 X 上面，警察试图要阻止这些抢劫的人哦离开商店，还有一名女子发出失控的大笑，他们已经好像变成一种失控，整体社会正在失控当中哦。那拜登为了现在要面子哦，哪怕他们自己的内政问题，这种零售销售业者面临到这么大的问题，他还是把重心放在，是不是要援助乌克兰呢？他讲说，现在美国通过45天的拨款法案，那他又跳出来啊，讲说，我们绝对不能停止援助乌克兰哦，要向盟友们来证明这个美国人民和乌克兰人民的保证，我们是可以让你们依靠的，我们不会一走了之的。那所以这个9月底哦，本来已经要10月1号就要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要关门了，那他们现在9月底还赶快通过了临时支出法案。那原本是排除了对于乌克兰的援助，现在美国的防长这个奥斯汀就说，我们的国会哦应该要赶快这个准许提供乌克兰金援哦，这个是我们对于乌克兰人民的承诺，必须言出必行啊，让大家相信美国啊，我们要继续扮演领导的角色啊。所以美国还在想着他这个统治全世界、称霸全球的梦哦，可是自己的内政一塌糊涂。那我们反过来看。今天一个很重要日子哦，就是印尼的亚万高铁正式营运哦，那这是非常重要，就是一带一路非常代表性的一个建设哦，所以也是印尼跟中国大陆签署这一带一路基础建设倡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它可以连接印尼的首都雅加达跟这个第4大城万隆，那旅行时间可以从3个小时直接缩短到40分钟。印尼当局就说，哇，他们因为采取这种电力运行，然后无直接的碳排放，所以他们直接把这个品牌命为这个 whoosh， 就是一种很快速这样咻这种声音哦，所以他们感觉很赞叹说这个基础建设可以让这个高铁速度非常之快啊。那现在连哥伦比亚的一些官员都讲说，他们也很期待加入一带一路，因为今年就是一带一路的10周年嘛。那欧亚铁路的物流公司的总裁哦，他们就有公布一个数据，就说这个中欧班列的货物种类非常的多元，而且运量持续在成长哦。2023的前9个月呢，中欧班列的这些货运量总量哦，就将近50万个标准箱哦，比起2015年，就是将近10年前哦，才几千个标准箱，增长了25倍之多哦。那现在甚至还有这个纪录片叫做《丝路奔腾》，正在这个播放当中哦。他们就也是为了记录这个“一带一路”的10周年，所以他们就有记录下非常多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它这个也成为一个全球规模最大，而且共同收益最多的叫做国际公共产品啊。所以现在这个“一带一路”的10周年，马上峰会也快要展开了。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美国国会事实上只是通过一个临时的拨款，然后让45天可以运作，那11月7号大家再来这样啊。这个就是国会的怠惰嘛，内阁制国家绝不可能这样，这个就是美国的制度出了问题，因为内阁制总预算没过就是倒阁啊。对，他这个就是因为国会有拨款权，又是3权分立，所以才可以这样耗着啊。你从这里就看到美国国会，他宁可自己休假自己去玩呐，我才不管你政府关门了，反正之后我们再来处理。然后那个麦卡锡，因为后来跟后来麦卡锡后来跟民主党达成妥协嘛，结果现在共和党还有将近30个议员扬言要罢免他，你就知道一团乱啊。那你可以再回想一下当年麦卡锡选上议长，他是经过了几次投票11轮，对不对？所以这里就很荒唐，你选个议长，大家可以来投11次啊，你这个12个拨款法案为什么不能挑灯夜战？所以我认为你这个国会就是变成一个笑话嘛。坦白讲，美国现在民主出现2大笑话了，因为现有的那2个总统候选人也是问题很大了一个是随时会失控，叫川普；一个叫随时会失智，一个叫拜登。所以你就是在失控跟失智之间摇摆啊，没有别的候选人。
所以这非常荒唐啊！而且我讲白了，11月7号这些国会议员休假回来了，也不一定会过啊。因为目前这个12项每一个拨款法案，大家都要做交易啊。而且因为明年要选举，所以两边的极端派都非常强硬啊。现在就卡在这里嘛。比如说乌克兰，拜登提出240亿美元，他竟然没过啊！他连通过一部分也不愿意啊。就是因为共和党里面有强硬派嘛，对，所以这个案子就是完全没有妥协空间啊。所以拜登现在就抓这个议题，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主张支援乌克兰的美国民众还有64%，所以他就是要用这个来硬打共和党，就这样。好，谢老师，美国现在这个零元购哈，现在已经野火燎原了，哎，我们看到的都是有人拍下来的，那很多还没有拍下来的啊。而且这个已经很久了。我大概差不多3、4个月前，我在美国一些朋友就传来给我说，因为芝加哥附近有很多城，有些是非常富裕的啊，有自豪，连这个地方这个百货公司都被抢了，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震撼。为什么？美国这个富裕的城啊，比较富裕的城啊，它事实上治安都很好，警力也很充沛的。结果发生这种零元购进去到他那个高级百货公司，就像这种镜头，就对当地居民是一种心理上很大的震撼。那你看那个案子，事实上我看外面就没有在报。对，所以美国等于是遍地开花，现在这个状况有一点失控的情况，那会变成这个样。你可以说现在已经有破窗效应了，大家都纷纷效尤嘛，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影响不大嘛，对不对？那可是问题就变成，美国从来没有一个人跟一些政治人物再反省一下，对，为什么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会有这么多人要靠打砸抢做这些这种应该是违法而且说不道德的事情？为什么美国社会会有这些人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现象呢？为什么不发生在欧洲，不发生在亚洲，连非洲都不会发生呢？为什么美国最富裕的国家这种事情层出不穷，而且当局束手无策，政治人物只会想说拿枪出来把我们毙了，对不对？我们的川普先生，对不对？他只能想到这个方法。为什么不断的有这些社会问题出现？美国从来没有真正去认真考。你看这一些在这个零元购，它的族裔上都是哪些族裔？对。为什么都是非裔的人比较多呢？对，那非裔的到底在这个社会里，他不是移民啊，他也不是第一代移民啊，第二代移民，他根本就是生生世世长在美国这个国家。我们从社会角度，它叫反社会倾向。第二个，他为什么经济上是始终属于破产的边缘呢？为什么这整个的一个美国的一个第2大族裔，当然可能是第3大了，因为 Hispanic 算是快要变第1大了。然后这个非裔美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行为模式？而且呢，这个美国束手无策。美国有没有好好检讨过？没有，从来没有好好检讨过。我在美国生活，我老早跟美国人谈过很多次。我说你的社会是生而不平等，你知道吗？不会啊，我们是生而平等啊，人人生而平等。我说那为什么美国人按种族来分？这边有黑人区，那边有拉丁人区，这边有白人区呢？为什么这样分呢？对，你以为电影上演的哇，这个各种不同族群大家水乳交融，那不是事实。这些去抢的这些非裔的小孩子，他根本就出生出来，他的教育资源就不够。他所有的他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能得到公平发展，他立足点就不平等。他的学校全部都是他们这些非裔的小孩在一起，然后呢，学校的师资不足，教育资源不够，这什么问题呢？美国人是你刻意造成的，还是你根本不愿意去面临这个问题？我想在美国人应该都会了解我讲这是什么意思。贫穷世袭，美国人也很清楚。所以今天要不要问为什么一直有这个现象，而是要问为什么美国会有这个现象？这个是美国的问题。好，赖老师。美国社会在失序中而且示范效应一直在扩大但是过去美国也曾经发生过，但是通常都是在大自然灾害的时候，例如说卡翠娜风灾，旧金山的大地震，对，那它的大自然灾害就造成了这个地方政府整个瘫痪了，那美国这个国家它是要靠的警察的警力
来维持这个社会的秩序，因为他们的道德感是比较弱的。那如果说这个警力的控制一旦削弱了，基本上来讲，犯罪就会爆发，这在过去是如此。所以在当时的大灾难，整个地方政府、州政府都瘫痪了以后，那小布希当然可以说我下格杀令，你们这些抢劫犯不停止的话，那我就杀了，军队就拉进来了。刚好有这么一支军队是从这个中东地区转进撤回美国的，他就把这支军队就派进去了。可是问题是，现在的情况是没有大灾难，没有大灾难，怎么在每个社区、每个城市的这一些百货公司又开始出现这种打砸抢的这种现象？这是一种社会失序。可是问题就在于，他的政府并没有瘫痪了。就是美国的地方的政府并没有瘫痪，而这些社会失序的情况出现了，这是一个新的情况。如果川普说我今天格杀令，这站不住脚，这在。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大使谢文吉。早上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稍后加入我们。我们来看看这个马上10月10号国庆日哦，那现在因为被蔡英文政府改成什么呢？台湾 National Day 哦，就变成了台湾国庆日哦，所以现在看起来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国民已经变成叫台湾了？我们不是中华民国吗？所以马英九就讲说我们的国民何时改啦？怎么变台湾了呢？所以他拒绝出席哦。那结果呢？你看看马上陈建仁就跳出来说，马前总统过去也出席啊，不理解为何突然不参加，那就是忍你们很久了嘛，你们这样子改了好几届了，现在还要继续这样子搞一个好像这种台独的这种方式哦，所以他不能不忍了吗？他不能选择不要出席吗？还要被你讲说不理解哦。那我们看这个资深媒体人周玉蔻讲说，前2年他都开心参加啊，这次是在找茬哦，就开始有这样子批评的声浪，说你这一次是故意的啊，你特别是找个这个理由来不参加，明明你以前都参加哦。那你看庄瑞雄讲说，不想参加理由一大堆啦，民众不会特别有感觉啦，马上绿营的人也要出来说这样子的话哦。那连若芳今天也有一个指控哦，说这个我们儿童新乐园是直属中国管理吗？那为什么呢？他说看到有民众带孩子去儿童新乐园享受亲子时光，但是拿到一个赠品哦，居然是简体字小小兵这样子简体字尺哦，所以这可能就是一种统战，对我们小孩子统战哦。这该怎么说呢？北捷就讲说，经过这个查询呢，是没有这个产品，可能是人家厂商自己在那边发送的，跟这个儿童新乐园也没有关系。但是反正不管啦，这个绿营的议员可能要刷自己的存在感哦，就觉得只要我们看到简体字，我们就会被统战了。小孩子也是哦。那这个我们就不得不说了，蔡英文在中秋佳节的时候，他发了一张这样子的梗图，就说阖家平安。然后呢，就被人家发现，这个图竟然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吗？就原来是有这样子图库包哦，然后这上面写的哇，好小，好可惜哦，这上面是写的简体字的中秋节哦，那他还自己把它 P 掉。难道我们看到这样的图，然后只要看超过几秒钟，我就被统战了吗？我就被洗脑了吗？是不是有一点太夸张了吧？我们已经抗中抗到这种程度了吗？已经就是我们每天都要这样子，就是好像就是要听这种话，常常也觉得说自己怎么会处在这样的一个台湾哦。那我们再来看看现在这个联合报它这个最新的一个调查，就说两岸关系的年度调查，台独可能是两岸最大的变数哦。对于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有高达49%是不满意的。那民众多数认为说台湾独立会成为两岸关系现在最大的一个变数。那这可能也会影响这次他说排名第二的这个影响因素就是民进党继续执政，那两个其实都跟民进党有关因为
台独金孙，才会让大家现在对于说，接下来万一他当选，会不会台独有这么大的一个恐惧感？因为独派都在讲说没有关系等到这个赖清德你上任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稍微这个忍辱负重一下，你上任之后，再改这个台独也没有关系哦。所以大家很恐惧的，就是说接下来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那我们看赖清德现在是用一种嘴炮来避战吗？他讲他说遇到了大陆的军机不断的这样子超过中线的话，他说团结力量大就可以避免战争哦。团结就是力量，然后我们就可以避免战争了嘛？这又是用喊的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以前难道乌克兰不团结吗？那时候协心变成乌克兰总统那当年拿下73%的选票，那时候大家是不是也很团结，很支持他？然后呢，那时候在开战之前有一个民调说，有64%的乌克兰人也支持加入北约，那样子的情况下也是很团结，想要进北约。后来是不是也是开战？所以团结跟会不会避免战争是不相关的，团结可能可以是一种力量，但是团结不代表能够避免战争。那我们来看看现在 AIT 处长孙小雅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讲说呢，台美建交有没有可能？他说，美国长期以来遵循着一个中国政策，是基于美国内的法律，然后还有台湾关系法、美中3个公报、联合公报6项保证那现状其实有很多好处的情况那也是因为这样的情况，让台湾能够实现数十年来的经济正成长。等于根本没有回答你，反正就是不会建交啦。你就问了那么多，他想，可能有人会觉得模糊不好，但模糊其实也是有很多好处的。反正就是不要建交了，他只是绕了半天跟你讲比较长而已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国造潜舰变成一种共谍案嘛，现在开始有指向就是影射杀伤力最强那现在指向说是不是马文君呢？那马文君讲说，每到选举年就开始谍影闯闯，就是共谍案又出来了。现在诬陷记者干脆是不是下猛药就像是之前这个向心案或者是什么王立强案的翻版那所以你看这个高检署也出手就是说这个现在要分案来进行调查，所以马文君就撂重话了。就是因为被影射为卖国记者，就撂话，就说有的话我切腹，我直接讲这么重的话，希望这个黄曙光能够出面说清楚那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中科院的就是这个标题这样讲中科院能力不足，所以我们潜舰国造的后续舰的战系整合，现在改由美商来主导。可是当年民进党是多用力在监督那时候民进党讲说，像是尤清陈水扁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就讲说我们舰龙级的潜舰必须装1000块才能够下潜潜下去所以还甚至他有讽刺这个 IDF， 在1993年的时候讲说 IDF 叫做 I don't fly 就我不会飞还图利什么军火商然后那时候立委张旭成跟蔡同荣也质疑说金国号更不能打仗是什么 I don't fight， 还有这样的一个讲法那你们不是以前也是这个样子吗？那我们来看看新新闻讲法是说，潜舰国造背后的5个海关学长学弟，讲到说这个黄晨光、黄曙光、郭喜、黄珍辉，然后陶千光都是这个潜舰国造案有关的。其中这个陶千光就是蔡英文的远房亲表弟那我们看这个舰长，我们来宾那黄曙光指派陶千光前往台船，那领台船薪资，担任这个潜发中心的副执行长。台船同仁除了这个就是了解他这个特殊的身份之外那当然也就让陶来负责这个潜舰合约的这个评选事宜所以原来也是有一层关系在的。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蔡英文的国庆的格式事实上确实不是今年才这样他大概这2年都是如此那就是邀请卡就会写中华民国国庆那英文就写台湾 National Day那马英九坦白讲也参加过2次了今年实在是受不了了所以他不去了这样那你看那个民进党的回应，民进党的回应不是直接去反驳马英九说到底有没有台湾国中华民国这个就是民进党一直在玩2手嘛。你既然明明知道就是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号，然后再做中华民国的国庆，为什么你英文就要写台湾 National Day？ 对啊，这个就是民进党的问题嘛。比如说赖清德到现在也一直说我们的国号叫中华民国台湾那请问台湾在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定位是什么？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那两岸为什么还是陆委会对国台办？你要不要回答一下？为什么还要用海基会对海协会？那两岸为什么不用外交部？你要不要回答一下嘛？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有某种特殊关系啦？不然你干嘛用那么复杂的模式呢？你用外交部对外交部不就好了？那对方一定拒绝嘛。那拒绝之后，你为什么还要接受陆委会对国台办呢？你不是主张台湾独立吗？你应该拒绝啊，对不对？你不是主张台湾是一个国家吗？那怎么会有陆委会呢？什么叫陆委会？大陆工作委员会。你既然说台湾是一个国家，怎么会有大陆工作委员会呢？这个叫做不诚实的政党嘛，虚伪双标的政党嘛。那面对统独这个符号被马英九捅破那个窗子的时候，就叫你表明你是哪一边嘛。那这个时候出来辩护的都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啊。你看陈建仁怎么说？马英九你去年也有来啊，今年为什么突然不来啊？庄瑞雄这100%支持台独的啊，他说不参加有很多理由啦。我们周玉蔻说他去年2年都开心参加啊。奇怪，你们怎么都不敢说啊？台湾就是独立国家啊，所以我们用台湾 National Day 有什么不对？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回答啊？对啊，对不对？所以怪不得啊，我们那个以前那个独派的一些大佬都看不下去啊。所以你就假台独嘛。以前我们那个自由联合党那个叫什么贵啊？我现在一时名字叫不出来。林什么贵？反正就是台大教授那个，他就直接写啊，说你们为什么不敢讲啊？蔡丁贵，蔡丁贵就公开讲啊。还有以前我们那个独派的一个教授，他是台湾建国党的，那个许庆雄，他也讲啊，说你那边装啊，你这边装什么啊？马英九捅破你的窗户纸的时候，就在那边不敢讲说台湾是一个国家啦。那既然敢用台湾 National Day， 为什么不敢说台湾就是一个国家嘛？勇敢一点嘛，出来讲啊！赖清德不要躲嘛，就公开讲嘛，对不对？结果只有游锡堃的邀请卡上面写中华民国国庆，然后在公开看到的地方就给你写台湾 National Day，双标党、虚伪的政党嘛。好，来问一下介老师。就是说啊，你想玩台独又不敢玩，就是这样，最后变成偷偷摸摸的，就鬼鬼祟祟的，这就是鬼鬼祟祟。我研究一下它的法律上的这个影响啊，他为什么中文都不敢用英文写啊？因为这个因为这一封这个请柬基本上是属于公文书哦，这是公家文书哦。这不是我们一般私人用的这种信函，属于公家文书，是你这个筹委会搞出来的哦。这个是公家文书哦。那公家文书以现在的刑法100条这已经着手实施叛国了。这个事实上叛国罪了。我们那些法院不晓得怎么都没有任何行动啊。那我觉得他为什么要英文？你知道，他不敢用中文。那我想了半天，就说以蔡英文这些人行径的话。他考量很周全啊，他不敢负责，只敢去那边做，不敢负责。为什么？他说这个是英文啊，英文不是我国官方语言啊，所以呢，它不会有任何官方性质啊，对不对？这英文不代表任何，除非用中文才算数，用英文就不用负责。你看看，怕要搞台独的时候，责任先都推光，这种会成事吗？这只有增加内部的纷扰，增加我们整个国民对国家认同的怎么样一种混淆。你知道最笨的统治者才会把国家认同给他搞混淆。你是制造内部纷乱，而且在面临重大挑战的时候，你这社会一定是分裂的，而且是对立的。现在国军天天问你不知为何而战，那到底是什么国？没有一个国家这个执政的还在当权的。把人民的国家认同搞到现在你搞不清楚，然后呢自己又不敢出来讲明，对不对？你搞台独你就出来搞嘛，对不对？叫这庄瑞雄是什么东西啊？讲了半天他也不敢面对这个问题，对不对？陈建仁也不敢面对这个问题，对不对？这些人我觉得真的就是俗辣啦，就是摆明的就是一群俗辣。然后呢？他为什么不敢搞？因为他现在用中华民国这个名称他还可以吃香喝辣，
中华民国还可以在台湾合法的完粮纳税，从老百姓你口袋里面抢了那么多钱，一年有2兆多的预算，搞一些什么浅建国造，这个什么国造的话，亲戚朋友通通可以进去一起来上下其手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啊，真的是啊，把台湾啊，真的是不要搞成啊，不要最后把它玩成什么样子啊？真的，你说你天天要建国，今天一个中华民国完成不像国了，对，你高兴了吗？你把这个国家的最重要的精神认同已经把它破坏掉以后啊，你这个永远建不起来了。你那个台湾国你自己都不敢搞，你还让别人支持，你不笑话吗？好，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马英九这个动作做得很好啊，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马英九直接把他的立场态度表达很明白，他忍无可忍，他没办法接受，你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立法部门，一个总统府可以这样子乱翻译，而且这个乱翻译就是对自己语文的不重视，也对于别人的语文的不尊重。你可以这样乱翻译吗？你翻译成这个样子，你孙小雅到底要去参加还是不要参加？你孙小雅，你是派到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驻美的文化经济代表处的这个处长，你今天接到这个请柬，你今天看到的是英文，你的母语，而跟中文是不一样的时候，你到底参加还是不参加？你可以不尊重自己的母语吗？如果你今天看到的英文是如此，就是你的母语，告诉你说这不存在的国家，因为这一些目前的执政者，不管是蔡英文，他没有勇气宣布台湾独立，然后他的副总统也没有勇气宣布，他的行政院长也没有勇气宣布，个个都是孬种，然后都不敢宣布，然后却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告诉你说一个不存在的国家，然后他要办国庆，你参加不参加？你孙小雅，如果你参加，你就是不尊重你自己的母语，因为它不存在，你怎么可以去参加这个不存在的活动？因为不存在这个国家嘛，不存在台湾共和国这个国家，你怎么可以去参加一个不存在的活动？你有失自己的国格哦。所以你孙小雅，你到底要守住你美国人的国格，还是不要守住你美国人的国格？你也不要守住自己的母语，还是不要守住自己的母语？自己要做选择。自己已经在接受黄伟汉的访问的时候讲得很明白，我就是一个中国原则，我就是一个中国政策。他至少讲了，我就是一个中国政策，那我不可能承认台湾，我也不可能跟你建交。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如此嘛。所以我都讲得这么明白了，那你要去出席一个不存在的台湾共和国、台湾国，你敢去参加吗？我觉得这个对于你美国也是一个挑战哦。另外一个赖清德，我们已经在多次在节目中说了，赖清德你不要逻辑已经不通到这个地步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你，你的书读到哪里去？团结跟避战有什么关系？团结跟避战从来没有关系，这第一个。第二个，谁会团结在你的台独的底下？你的台独也不过就是10几20%的支持者，台湾有70%、80%的人是反对台独，不支持台独，谁会团结在你的台独的旗帜下？所以不会团结在你的台独的旗帜下，那你的团结跟避战又没有逻辑关系，你就是会带来战争嘛。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自己本身不要再当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因为你受了这么高等的教育，结果呢，你本身的讲话充满了逻辑上的矛盾。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